最近台湾网络上出现了一位奇葩人物，被网友称作舔共陆配的小薇。小薇在网络直播里把自己的真心话全盘托出，她直言自己嫁到台湾就是为了搞钱拿身份证，还说台湾人是一群井底之蛙，不懂外面的广阔天地。她甚至换上大嗓门指责台湾在欺负她这个手无寸铁的宝妈，最后豪喊一句中国就是强。这一连串发言瞬间在台湾社群炸开了锅，网友们惊掉下巴，还有人敢这样呛声整个台湾。很快小薇就惹上了大麻烦，她的影片被疯传，引发舆论挞伐，台湾移民署也开始关注她。毕竟一个拿着台湾居留证的人公然叫嚣统一台湾，贬低台湾人，已经踩到敏感红线了。短短几天内，新闻媒体铺天盖地报道此事，社交平台上骂声不断。最后移民署祭出铁腕，取消了小薇的居留资格，限令她必须离境。据传小薇从意气风发瞬间转为手足无措，甚至拍影片哭诉求饶，画风急转直下，让吃瓜群众看傻了眼。观众朋友们可能对这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有所耳闻，我们就不细讲过程了。今天更有意思的是，透过小薇这出闹剧，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几个背后的社会现象，陆配在台湾的处境和争议，舔共、搞身份、宝妈等词汇在台湾社会引发的情绪，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投射，两岸交流在身份与利益冲突下的现状，以及媒体与网络言论场的极化和八卦文化。别看话题严肃，我们就用轻松的脱口秀方式来好好唠一唠。首先来聊聊陆配在台湾的社会定位。所谓陆配，指的是中国大陆籍配偶，通常是嫁来台湾的大陆新娘。这群人的数量可不少，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两岸开放探亲以来，已有数十万大陆配偶来到台湾定居。据统计，截至2023年底，台湾的新住民中，大陆配偶占了最大宗。可以说，在台湾街头巷尾，不乏操着大陆口音的嫂子、大姐。然而，陆配在台湾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族群。小薇的所作所为，不巧就踩中了所有雷点。她几乎把人们对问题陆配的想象一一实现。为了钱和身份而来，内心向着中国，对台湾颇多批评，甚至高调宣扬统统一套理论。他这一人引爆的争议却殃及许多无辜的陆配。要知道，现在其他老实过日子的陆配们心里估计都在 OS 拜托你别再乱讲话了，我们都要被你害惨了。接下来我们逐句拆解一下小薇那些惊人言论，以及台湾社会对此产生的情绪反应。首先是那句我嫁到台湾就是搞钱，搞到钱我就回贵州发展。坦白讲，这话一出，台湾人即使不生气也会觉得相当刺耳，因为这等于直接说穿了拜金嫁台的动机。过去台湾坊间就流传过类似猜疑，怀疑有些陆配只是为了经济利益嫁过来，等拿到钱身份就离开。小薇倒好，干脆自己供出了动机，一副我就是来捞金的，理直气壮的样子。对台湾人来说，这种态度真的很冒犯，仿佛台湾只是他的提款机、跳板，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再来是搞身份这件事，台湾民众一听他大拉拉说要拿身份证，自然火气更旺了，因为身份象征的是归属感和认同。你如果心不在台湾，却惦记着拿身份证，那在很多台湾人眼里就是居心不良。搞身份3个字戳中了台湾社会对陆配长期以来的敏感神经。大家最怕的就是有人利用婚姻取得身份，却并不珍惜这块土地，还可能把台湾当作跳板。如果说结婚本该是出于爱与承诺，那么小薇这番话等于宣告她的婚姻纯粹是交易，丈夫只是工具。难怪有网友嘲讽她老公这下知道自己只是人肉跳板，不知道作何感想。然后小薇还骂台湾人是井底之蛙，这一句更是直接把台湾网友激到跳脚。你想啊，一个来自大陆的人跑到台湾骂台湾人见识浅陋，这是什么滋味？井底之蛙这个成语意思是眼界狭隘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台湾人被这样形容，谁受得了？尤其被一个沾着台湾好处的人这样数落，许多人听了第一反应就是搞半天我们养了个白眼狼啊。更有网友反击，到底谁是井底之蛙？大概只有天天听党媒讯息的人才更像
坐井观天吧。可见这句话狠狠刺痛了台湾人的自尊心，也再次证实了小薇在台湾人心中就是吃台湾饭、砸台湾锅的典型。说到舔共这两个字，最近可是满天飞，几乎成了小薇的代名词。所谓舔共，是台湾这边用来骂那些亲中、替中国说话的人，意思是卑躬屈膝、舔共产党屁股，极尽谄媚之能事。被扣上舔共帽子，在台湾社会名誉上几乎是判了死刑，人人喊打。小薇身为陆配，却公开帮中国叫嚣武统，贬低台湾，自然被认为是典型的舔共派。台湾民众对这种行为非常反感，毕竟在他们看来，这种人享受着台湾的自由和好处，却成天唱中国赞歌，简直就是忘恩负义。小薇也因此被贴上了舔共陆配的标签，一时之间骂名昭著。可以说，舔共二字浓缩了台湾人对他所有的愤怒与鄙夷。最后再看小薇自称宝妈挨欺负这部分，这一出哭惨卖可怜，其实也引发了台湾网友的新一轮嘲讽。首先，宝妈是大陆网络常用的说法，意思是宝贝的妈妈，通常指全职在家带孩子的妈妈。在台湾，大家比较少用这个词，一听就知道是大陆腔调。所以当小薇说自己是手无寸铁的宝妈时，台湾网友有的人觉得好笑，你以为这是在小红书喊话吗？更有人不领情，当初狂的时候怎么不说自己是弱女子，现在事情闹大了才来博同情。确实，小薇前一秒还豪气干云台湾管不着我，后一秒风向不对就开始扮柔弱，说自己只是个可怜妈妈。这种转变在社交媒体时代很难不被放大检视。结果大众的同情没换来，骂声倒是一波接一波。大家觉得他这是在双面讨好，强势的时候捧中国，弱势的时候想靠母亲身份求豁免。但无论哪招，在台湾这里都行不通。分析完小薇言论激怒台湾舆论的种种点，我们也该了解一下他背后所代表的那股中国就是强的民族主义情绪。小薇口口声声强调祖国强大，中国就是强，其实折射出当今不少大陆民众的心态。随着中国近年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提升，爱国主义在大陆内部高涨，不少人由衷相信中国很牛，我们祖国天下最棒。这种民族自豪感本没有错，但如果演变成对他人的傲慢，那问题就来了。对很多深受官方宣传影响的大陆人而言，台湾人在他们想象中可能就是井底之蛙，被所谓台独当局洗脑，不知道祖国的强大和统一是多么不可阻挡的潮流。所以小薇才会理直气壮地喊出中国就是强，觉得台湾人拿他没辙。他脑海里的国族想象是一种大中华叙事，自己来自泱泱大国，而台湾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小地方，早晚要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。这番言论不只是他个人的狂妄，更是许多小粉红的典型口径。然而，这种近乎自大的民族情绪一旦碰撞现实，就产生了巨大反差。最明显的讽刺莫过于小薇一边说着中国强，一边却承认自己留在贵州山里改变不了命运，只能通过嫁来台湾搞钱来翻身。换句话说，在他个人生活中，台湾给了他机会和资源，让他过上更好的日子，但在他的想象里，中国依然是至高无上的强国，台湾只是坐井观天的落后之地。这种矛盾心态其实反映了不少两岸之间现实与认知的差距。对很多出生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的人而言，台湾可能确实提供了更好的生活环境，但爱国主义的教育又让他们不愿承认台湾有什么好，嘴上依旧逢中必挺，逢台必踩。小薇正是把这套心理活动演绎得淋漓尽致，身在台湾，心向北京，手里数钞票，嘴上喊统战，这样的身份与经济利益冲突，其实是当两岸交流的一个缩影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很多跨海峡而来的人，说穿了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更高的收益。当年许多台商前往大陆投资，也是为了赚人民币，降低成本，而很多大陆配偶嫁来台湾，也是为了家庭经济和个人前途。经济上的互补，让许多人不为政治鸿沟去合作，去成家。但问题在于，钱可以分，利益可以拿，
身份认同却没那么容易转变。就像小薇赚钱拿好处是一套，心理认同又是一套。他想要台湾的钱和身份，却并不认同自己是台湾人，结果就出现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局面。这种情况让两岸之间产生不少隐忧与误解。台湾方面会担心，你来我们这里是真是假，心当自己人？你领我们的身份证，是不是真爱这块土地，还是只是权宜之计？而大陆方面也有人疑神疑鬼，你去了台湾，是不是被绿化变成台独了？像这次小薇事件，当他改口称赞台湾人善良的时候，大陆小粉红立刻破防，怒骂他倒戈，觉得他背叛了祖国。可见身处两岸之间的人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就可能两头不讨好。在高度对立的氛围下，个人身份的摇摆被放大成了忠诚问题。眼下两岸关系紧张，互动却又无可避免。像小薇这样的跨岸婚姻家庭正夹在中间，处境其实挺尴尬的。一方面，他们要在台湾生活，遵守台湾的法律与社会规范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又难免受中国官方或舆论的影响，或者念及娘家亲人的期望，稍有不慎，可能就成了政治角力的棋子。小薇也许原本只想在网络上迎合一下大陆网友的口味，多刷点存在感，却不料引火上身，赔上了自己在台湾的安身立命。从他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两岸交流中身份与利益冲突的现实。如果不能真正理解和尊重彼此，光想着捞好处，搞统战，最后很可能鸡蛋打。最后，不得不谈谈媒体和网络言论场在这件事上的狂欢与极化。小薇事件一爆出，立刻成了两岸舆论的热门八卦。台湾这边，新闻台争相报道，各大网络论坛、社群平台每日都在更新他的进度，乡民们看戏般的等着后续发展。从他被约谈到被遣返，每一步都掀起网络上的高潮。有人在 PTT 八卦版留言，要组团去机场欢送小薇离台，把严肃的驱逐出境搞得像在办欢送宴，讽刺意味十足。而在 YouTube 上，一些知名创作者也纷纷推出分析嘲讽影片，把小薇的言行剪辑调侃，获得大量点击。可以说，台湾的网络舆论场把这件事当成了一场大型连续剧，人人茶余饭后谈论几句，像追剧一样追着看他今天又怎么了。反观中国大陆的网络，那也是热闹非凡。一开始，一些小粉红们把小薇奉为战斗陆配，称赞他敢在台湾喊统一，替祖国长脸。但当台湾移民鼠动真格要驱逐他时，舆论风向开始变化。有些大陆网友愤怒了，觉得台湾当局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妇女，开始大骂台湾冷血，甚至有声音喊出两岸骨肉分离，人伦惨剧，把事情上纲上线到人道问题。官方那边也可能会拿这当成批评台湾政府的素材。可是另一方面，当小薇为了自保在影片里夸台湾好，人情味浓时，大陆的激进网友又觉得他叛变了，立刻翻脸不认人，骂他是台独表绿配。短短时间内，小薇在大陆网络上也从英雄变成了卖国贼，被口诛笔伐。看吧，网络言论场就是这么极端而善变，一个人稍不合己意，就可以从捧到天上摔到谷底。整起事件在两岸媒体渲染和网友跟风下，变得愈发戏剧化。本来这不过是个人言行失当引发的纠纷，硬是演变成两岸互相攻讦的题材。在这过程中，真正值得深思的议题反而被边缘化了。比如，大众沉迷于看小薇现世报、吃瓜看戏时，有多少人关心她台湾丈夫和孩子们的处境？母亲被逐出境，这家人面临生离别，这些无辜家人的感受反倒没多少人提及。媒体更乐于报道她又哭了，又喊话了，或者挖她过去的黑历史，把她塑造成一个戏剧化十足的角色，好让观众继续有谈资。网络上的讨论也多半停留在谩骂、嘲笑和表态式的言论，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想，为什么会有小薇这样的人出现，两岸该怎么避免再出现下一个小薇。可惜在极化的言论场里，非黑即白的声音最吸睛，支持统一的就拿小薇当英雄或受害者来说，支持台湾主体的就拿他当反面教材来鞭笞。一时之间，谁也不听谁的，所有人都只在自己的同温层里义愤填膺。
台湾有人说，看吧，陆配就是这样，给脸不要脸。大陆有人喊，台湾当局迫害妇孺，两岸一家亲呐，各说各话，互相看不到对方的观点。这种撕裂正是当今两岸舆论场的缩影。八卦文化的盛行，更让大家关注点永远停留在猎奇和情绪宣泄，而忽略真正的沟通与理解。话说回来，小薇闹出这么大风波，到头来得到什么好处了吗？身份证没搞到，台湾的钱恐怕也赚不到了，反而搞到众叛亲离。台湾不留他，大陆那边网友也嫌弃他不够忠，两头不讨好，最后他可能只能卷铺盖回贵州老家，结束这场闹剧。临走前，他还曾喊话要上国际新闻替自己叫屈，但多半不会有什么下文，因为在这场舆论战中，他其实只是一颗无足轻重的棋子。或许过不了多久，网民们就会忘了他，但那股因他而起的怒火和情绪还残留在两岸社会中，成为下次争论的火种。总而言之，从小薇事件我们能看到很多层面的意涵，有个人贪图名利的荒唐，也有社会集体情绪的投射，有两岸之间现实的落差，也有信息战下舆论场的夸张。这出网络脱口秀式的荒诞剧虽然落幕了，但留给我们的省思还在。无论您是台湾人、大陆人，或者对两岸议题冷眼旁观，这件事都在提醒着我们，相互尊重多难得，相互理解多不易。当一方只想着我就是要搞钱而无视人情，当另一方只顾着贴标签喊口号而不愿倾听，矛盾就很难化解。两岸之间本来就隔着历史和现实的鸿沟，如果再缺乏同理心，只剩口水与谩骂，那真是比井底之蛙还糟糕，各自困在狭隘的井里，看不到天空。好啦，今天咱们唠了这么多，该做个结尾啦。小薇事件闹腾到这地步，其实谁都没赢。他没赢，赔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台湾生活，台湾社会也没觉得爽快多少，毕竟多了一桩家庭破碎的遗憾。大陆那头更谈不上赢，原本想宣扬祖国强大的形象，结果也被他搅和得颜面无光。或许我们能从这闹剧得到一点教训，不管在哪里落地生根，真心过日子最重要。如果一心只想搞钱搞身份，却不愿意尊重养你的那口锅，最后很可能鸡飞蛋打，竹篮子打水一场空。希望未来两岸间少一些像小薇这样的荒唐剧，多一些彼此体谅的真诚故事吧。